第133章要走。晚上我睡不了，翻来覆去的特难受。这种难受和情欲没有一丁点关系，就是难受，说不出的难受。可能说难受不能准确的描绘我的心情，因为我发现我内心还有兴奋，这种兴奋来源于金钱。老黄给郑小军的价码现在差不多一天高达7000块人民币，也就是说郑小军一年可以赚到200万。我想我跟老黄干，他一年给我这个数字的一半，我就他妈的就发财了。我干个3-5年，不就实现财务自由了吗？要知道那个时候可是05年的时候，100万是个什么概念？我有100万，直接在深圳全款买房，然后直接躺平，毫无压力了。这就是我的兴奋点，我的难受一点点的被兴奋吞噬，最后到天亮的时候就只剩下兴奋了。我们在海上玩了4天，最后的2天对我来说度日如年。我答应了老黄，我就忍不住去想我跟老黄去干什么呢？他给我钱，我总得要干事情吧？我就这个问题问老黄，老黄就笑，陈老弟，你不用那么急，我们做传统生意的不需要那么快的节奏，你进来百盛集团之后，先慢慢的学，有的是时间，急什么？现在你重点就是玩，这也是你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我竟无言以对。我说能不能早一点把行程结束了，在海上面漂太久也没有意思。老黄道，这没有意思吗？你要遵从多数人的意志吗？我想到了老彭，想到了方小华，他们简直是夜夜笙歌，乐不思蜀。我估计让他们在海上漂一辈子也愿意。我以前看《三国演义》，看到刘备被周瑜用计谋给扣住了，让他天天跟孙尚香一起缠绵，然后刘备竟然不想回荆州了。我看到那一段之后，觉得那纯粹是扯淡，怎么可能吗？刘备是个什么人物？他胸怀大志，一心要匡扶汉室，是当时的大英雄、大豪杰，怎么可能因为这么一个小计谋变中招吗？现在我才知道，《三国演义》写的真，我他妈发过是这一辈子绝对不跟老黄干的人，现在誓言都成狗屎了。我以前觉得自己有底线，现在看来有底线吗？刘备也是人，他跟我们这些人说起来又有多大差别呢？现在老彭、老方天天有美女为伴，这船上应有尽有的物资安排，回去干什么呢？一旦回去就不得不面临公司各种纷繁芜杂的事情，回到家里又不得不面对家里的黄脸婆，这有什么乐趣？哪里比得上在海上逍遥啊？上了岸，回到了深圳，我第一件事就是给马从敬打电话，跟他讲自己准备辞职的事情。马从敬笑道，你小子反了吗？这个时候你给我辞职？我便把老黄的事情跟马从敬说了一遍。马从敬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，你呀，你他妈的就这么一点出息吗？别人直接用钱砸就把你砸得毫无底线了，你觉得你这样的人真能得到别人尊重？我说有钱便是硬道理，尊重又不能当饭吃，我他妈跟钱又没有仇。马从敬道，那你还不如跟丁子去，你跟黄海山，你想过自己未来前途没有？我说自己一年都那么多钱了，几年挣下了就盆满钵满，这一辈子的命运都改变了，我为了那个不值钱的尊严，放弃这样的机会。马从敬冷笑道，那行，你干满半个月，走之前把工作交接了。马从敬直接把电话挂断了，我盯着手机，我本来想可能还要和马从敬说很多话的呢，但是两人一共只说这么几句，这事便结束了。我摇摇头，觉得自己真的没有搞清自己的地位，以为自己很重要，其实压根就没有那么重要。马从敬那边搞定了，就只剩高燕那边了。我想怎么高燕说这事儿呢？我决定暂时先不说，等一等吗？老马不是说让我待半个月吗？干事情有始有终，这半个月也不算个事儿。现在深圳公司的压力很大，我的8部又是顶梁柱，我必须给兄弟们一个缓冲期，让部门的能够平稳过渡。我都想好了，把经理的位子让给老唐，老唐年龄最大，资历也最老，关键是待人忠厚，品格坚韧。如果让老唐带新部门，他可能不一定能行，因为新人需要培训，需要耐心引他们上路，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细节关窍，可能老唐不一定全部能把握，但是让老唐带老部门绝对合适，因为老部门有底子，他的人缘好，部门里大家都比较服他。我跟老唐简单的说了这事儿，老唐瞪大眼睛盯着我，陈斌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要提拔去干总监了啊？我很吃惊老唐的思维，但是一想好像老唐这也是正常思维，因为我让他准备干经理了嘛。我很想把自己接下来的去处向老唐做个说明，但是想了想还是忍住了。我不希望自己的离开有太多人知道，因为博越承载了我太多的情感，这里面有我最好最信任的兄弟，我不希望出现那种有些伤感的场景。深圳这种快节奏的城市，换工作跳槽是非常正常的，我不过是换了一份工作而已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吗？陈斌，有个单你得亲自跟完了再走，就是一只网的这个客户，老板是我本家唐耀华的那这个单。我问，现在进度怎么样了？能做出来吗？老唐嘻嘻一笑，道，早做出来了，测试也没有问题了，我故意让技术部先拖几天呢，等你回来了再定夺交付时间。我说，不用定什么交付时间了，对方老板很懂互联网，你们今天晚上在前台后台调试一遍，如果没有问题了，
我们马上安排交付。对了，交付的时候你不用跟我去了，你抓紧熟悉部门的工作，干脆这半个月的业务我帮你跑，你就干经理，我们的工作来个对调，行不行？我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结束博越的工作，因为我的心已经没在这里了，我想尽快走，然后尽快发财。